其实都是可以依靠这些模型去躲藏的嘛。对。那年年选出来了，张狂挽留应该是不会错了。嗯，上来应该都会进行干扰，看这个艾维能不能通过伊斯人去找到这冒险家了。对的。来看一下，上来先把伊斯人招出来，去往废墟，但是废墟这边没有人去第一时间碰密码机，所以说现在也干扰不了。是的，就来回去干扰嘛，然后去找一下冒险家，或者说看有没有机会给到自己的一个前期追击。没错，想要进大房看能不能去找到冒险家。因为你硬要去追像莫武士以及辛里的话，其实是不太好突破的。哎呀，在大房里边去绕到冒险家其实有点难的，毕竟他缩小是能知道你这个监管者的方位的。对，这边的话还在赶人，是在附身干扰一下密码机，没错。然后脸上的无心的话也并不能拉走啊，看一下，这是想逼个怀璧好啊。对的，想试一下，这个板子是来得及盖的。这边青石路还是卡非常好，一个59的状态。对，但一个反绕过来，能意识到吗？心跳要是再大的话，这个怀表就摇了啊！果然摇了。而密码机再去干扰一波，还想着抓吗？应该是想感觉是要去打这手化险为夷了。因为其实圣心渊这张地图有个特点在于说它有个3连，像大门3连这会比较好去管，是，对吧？但是这局有冒险家，我觉得是很难的。哎，第3个掉还是摇到了，这一刀能命中吗？没有命中。那这个闪现就很亏了。这样子的话反而是有点操之过急，而且无形这边是有意识的一个回头，把自己的侵蚀度点满了。对，这里的小摸板子也可以直接下。哦，已经是下了的。这边再出来硬追有点难，看一下。不太好追得到。第2块怀表只剩5秒的一个时间，没错，落地下来喷一口，还是一个60多的侵蚀度。但是怀表已经好了。第2段怀表我再摇出来，外加外面有一个冒险家，这密码机其实是够的了。是的。这一手闪现是错估了第3段怀表的一个冷却时间呐。是的，刚刚他就想卡那一波时间吧。对，就觉得你这个怀表应该是结束了。是，哎，看这一波伊斯人能不能躲掉这个。看本点能不能看他自己能不能去躲掉这一口喷了，躲掉了，2口都躲掉了。那这样无伤进到鸟笼的话，还能再一波牵制机会，而且这边是有意识的去躲开了队友一个逃骗范围。那这样我再往外去拉扯一点时间，其实就行了。是的，因为小版密码机的话，其实这局的冒险家作用性就很大了，不会给到你控场机会。密码机已经是3台了嘛，加上他自己的树叶，包括现在好像是已经有个3台半了。对的，那再给一刀击倒。这个莫武士密码机好像是45的那台吧？是。那密码叶现在手上是有一张100的，有整整3台半。对，让莫武士先过来进行一波依旧嘛。看一下莫武士这边是卡2楼。对。直接出刀了。这边是直接选择给了一刀，然后救下来。但这个2阶开启的话，会有个打断的说法，还好，这边能救的话还是能救下来。没错，想打一波针对，看能不能摊个双倒，能摊到。摊个双倒就节奏上其实还能接受一点，不过冒险家在外面密码机还能进行破译，接下来救人应该就是心理了。对，主要是现在他要去摊节奏有点难，因为冒险家这个密码页的话是不会给他控场机会的，就他哪怕现在意识人出去，对吧？是的，你是找不到冒险家的一个技术机会的。但他现在如果说是想要摊平，或者说想要去摊个多抓，他不能去守乙了，就是我把你这个无心挂了，我不能去守。甚至于说现在还26了1回的一个时间，对，然后心理学家也可以赶过来救援，因为这边刚好是把自己的废墟密码机补掉了，然后另外一边的话，冒险家这边输液已经还是有个91的状态，属于密码机已经压好了，已经完全压好，还把莫武士点起来了。那这样有人贴门的情况下，然后冒险家还可以去破译密码机，状态上肯定是能打。对的，想去占一手密码机，然后再去落地，但是这一波直接压了一半。没有完全开掉，那你年年现在不敢走啊？吃刀，那给到机会了，那就直接通电了。是，这边逃骗的已经是传过了，所以说没有办法再传一次。对的，而且手上飞轮在，然后这边冒险家是刚技术过，没办法再技术的一个状态。门这边在点50多，感觉有点来不及，4人过得去吗？小门其实是能开的。对的。70多，开完了，哪怕说来得及走的，就哪怕说你没关系啊，我是木偶师啊。主要是门口这边会产生一个逃骗，还会干扰一次。看一下落地下来，先把他逼出去。不着急啊，木偶师反正我可以再变一次身。但这波没有逼出去，那耳鸣的话还是持续给到。对。然后另外一边看一下冒险家点不点门呢？
不着急，慢慢等，只要他们能拖得过去，让他这个闪现没有能发挥的空间，其实这局就能去争个4跑。是的，我觉得现在就是这边只要木偶石才有逃片之后，小门就能走人了嘛。是，然后伊森召回的话也是释放出了大门这边是可以去点门的一个信号，闪现交给了五星，然后伊森的话也在五星身上，那应该就是留一个了，只能留一个。这局面再想去摊的话，他没有什么没什么机会了。对，求生者这边心里他的拉扯也好，也不会给你到你视野。主要是从第一个闪现开始稍微的好一些。是的，因为你面对到前锋的话，他的一个陪跑效果来看啊，不会特别好。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消耗愿力的作用性嘛。没错，你给他的一点机会，我就把你一个围拢，要不上来直接抓一下前锋试试。真的吗？主要是你找机械师这密码机，他有可能会直接拉走点。主要前锋的交互速度太快了，并且他有短球，我可以利用短球去躲你的刀，对吧？然后进入到交互点，这个对于来看一下起追的方向，也是往小门地角，还是要找郭克这个方向去。不管怎么样，先去人皇把这个前锋先赶走，对吧？让他第一时间没有办法进行破译。但带着这种兴奋的话，应该是不太会找前锋吧，还是要找空调。但空调直接往你脸上走，还是转头想要看看有没有机会。没事，他这样子的话影响2个人的破译，然后也可以等到自己的一个。哦呦，这一刀拿得很快。那他其实就是想着找一找前锋这波的节奏，因为你这个位置呢，我就进入到一个手抓点，你机械师的位置比较远。主要这个位置他，哎呦，又拿到了一个换血刀。那这样状态是应该有机会能秒的，这球不是很好拉了。现在我不用围龙罩你了呀，我可以把围龙把这个板区给堵住，不让你进板区就行了，就可以进行击倒了。再拉球，但这个球你是有一个僵直的呀。对的，这边的话应该是要选择利用。没关系，自己还有个围龙，你拉再多的球，我快速到你脸上。没用，其实可以堵的不让他进板，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前锋就很难牵制了。飞轮再拉球，是的，到消息非常快，看一下这边钻回来，过来之后还能再进板，位置钻的有点反，还是拿得到了。但这个时间击倒的话，就属于稍微正常的节奏了，因为你把道具给消耗干净了嘛。前期节奏上，我们看的可能就是拿刀速度有点快，还好后边他是拖住了，把这个节奏就是现在也不是一个稳定的能去争一个多，看能不能让前锋下来再去拖一拖了。毕竟他们没有去带一个火影反招。对的，这边也是给到投完1刀，另外一边的话可以选择偷人，那也是成功把人救下。对，你这边愿力值还消耗挺多的嘛，然后包括现在外围密码其实非常快的。然后手上带手兴奋的话，其实这一局的走向就感觉是出乎预料了，不在年景的想法。这个围龙有点难受了，但这一手还把围龙拆掉，也还好，前锋也在脸上了。心里这边他也没意识到你好像到地下室去了，好像。对，主要他以为他这个围龙是到了那个小房外边了。对，然后这边想帮忙扛刀去保一下前锋，能扛到吗？没能扛到。但是外围的密码其实进度是非常多的。是，现在他由于没有带火光反照，有点难挣扎呀。还得接着帮忙扛。我觉得救下来，然后陪跑，然后基本上密码其实是有一个保平面嘛。是的，看一下。最重要一点就是人皇密码机是最少的这一台，反应非常快，然后兴奋一开，不让你进行无伤救。这边进板的话，还是有个下板救人的说法。是，再一波跟钻，但是钻的有点反了。这个。今天这个手感好像也不是很好。对，因为你无伤救之后，你是可以帮忙扛刀啦。对，这个局势又不一样了。再帮忙扛一刀。那愿力值现在只有1个围龙。是，人皇现在密码机只有一个70%，再出一刀，还需要接着拖。但现在前锋也没有带有火反照，还得需要有一个人过来帮忙吧。而且这边兴奋刚刚是交顾啊，所以说这个波就没有办法，只能靠他自己。对，只能自己牵制了。飞轮。能拖出来吗？还在拖，看一下这一刀还没打到，有点糟糕。姐姐这里，哦哟，那这样子密码机感觉是有机会压好的。是，这刀只要能扛到的话，密码机其实就够了。愿力值刚刚好一个围龙，现在的话门这边已经90多了，再给一刀，不管了。守卫心里这边是不怕的，根本。要不就直接亮吧，反正也是没有带火光反照的。我觉得不着急，那现在其实就刚刚说，他一直会想要去偷袭这个气象，或者说是我就在这里慢慢出刀。是的，但气象这里根本就不会给到机会，一个吹风又吹走了。那这样子回来再去找前锋，但是密码机压好，但这个那这种亮法有点亏了。是的，你这种亮法还不如早点亮。
对，要是早点亮的话，他这两个人其实我主要是早点亮有个问题在于什么？3个人在脸上，没人贴门，他不是没人贴门，他们得散开先。是的，因为不然的话，我在追倒一个的情况下，另外一个人还是会给我追倒。这种情况还是尴尬住嘛。对的，就由于是这种情，哎呦，来回蛇皮，看能不能去躲掉这一刀，还是个落地刀。那这样小门的话有机会去管。难道说这边维龙的话愿力值还不太够？风再吹一次，这局空调真的太关键了。很多波扛压是还是扛住了，过来给一刀躲掉，但没办法，这维龙容易是把这个板子给封住了，所以说是想去通过小木进行牵制不太可能。是的，现在愿力值不太够啊，所以没办法赶到医院，先选择挂上气象，把它往中场方向去挂一点。是。这节奏也只能去争一个平啊！等一下，回忆这个位置还是有点远，还不太好争平啊。不太好平，这个因为刚才倒地嘛，你毕竟交志起，你现在去大门是来不及太急的。是。然后看一下这波思路的比拼了，因为这边的话，其实汤丸是在门口卡住，直接出去。对，但另外一边，如果这波直接去点门呢？看一下有机会吗？点门是够了，位置只要他现在能在哪里啊？我看一下，好像有个娃在这里卡2名，年纪现在的话不太确定。没有，娃掉了。娃在门口没掉啊，没掉，因为他就剩了一丝的嘛。哦，这娃一直没处理，现在年纪以为他一直在大船啊，不在他这个大门。门已经点开了，是的。那这样点开就是能完成一个平局，人皇这边空调是没有办法进行救援的。对。那这个阵容其实溜起来的话也挺痛苦的。是。对你抓起来挺痛苦的，对于你来说。一看到这个双重惊喜放的准不准了，你给到这个标记能不能，第一次的双重惊喜能给他上到2层5船前。这小船前有点收不太好，不知道到底是会去抓这个杂技，还是说是去抓这个。感觉他这手换点位是想去不让杂技演员转到小船去，然后不然的话这2个辅助起来那就很难追了。好，来看一下。起追这里还是找哭丑，是的，哭泣小丑这个角色，这火箭就不能省了，再排一些点位。那前面排点的话也是找到了，第一个双重惊喜是没有给到，那这双重惊喜就可以直接收了，还要再放，尝试一下。成的，哎呦，给到了一次干冰，给到了一颗，那就还行。对的。小木的点位也是直接让出来，看能不能让酷丑驱出来第2波火箭，直接再拉走。对，因为这边的话一个必交互窗嘛，是还是很影响的。哎，想换追，追了，找一下杂技演员，再骗。卡门这边是想要骗他双重惊喜的放的位置。对，那红球一踩到，其实距离还是可以拉近。对，自己带的是个飞轮，一个双重，直接飞轮先去躲一波。没有给到第1颗，那第2颗的话是上到双球。是的，这个位置还好，因为现在你双重惊喜 CD 了嘛。没错。然后踩板过来，手上还有一颗，看能不能再拖一下吧。对。因为现在他只要能拿到1次普通攻击，其实就能去让自己的张皇进到1阶了。对的，看一下，差一个平 A 到，是。然后开启1阶，有空中飞人1次，双重惊喜躲掉了，再躲。但是还是给到2颗，过来之后，哎，一个转盘，哦呦，还行，过板还是给到1刀。是的，头铁过板直接拿到这一次普通攻击。刚刚这一次2层区域直接叠上了，绕场仙木叠的快了一点点。对。但密码机来看的话，这局还是比较足够的。首先有2个化险为夷嘛，没错。然后海刺的位置是一台遗产，想让阿策过来救，因为阿策密码机已经是亮了的。对的。这样不耽误到无心的密码机，让无心把密码机多破译一些。接救，那个无伤救人，飞轮想躲，但没有躲掉。这边只能是想要拉远，看能不能直接拉到大船。倒的位置看能不能偏远一点吧。对，想牵制一下，再拖一拖。现在就是确实也可以，反正你进入 CD 了，对吧？然后这手的话也是怕你会携带一些别的技能，毕竟现在的技能没有教过。哎，还是给到了，哇，这个还是很细节，一个上楼梯的一个细节操作，然后再放双重惊喜啊。对，那这个化险为夷的2个球也废掉了，也是对于求生者来讲比较亏的，因为你后边再想接着牵制的话，你手里只剩1颗球了。没错。
但这边密码机的一个量来说的话，好像是不太够。现在目前，没错。这化险为夷时间主要没能拖出来。对，甚至说我觉得这里要选择我就吃双刀去救呢，因为毕竟，对，毕竟这里是有带这个回光返照的嘛，没有选择，还是想着让自己牵制。如果牵制起来的话，可以选择去帮忙扛刀。是的，卡门这边也是带了飞轮的，看能不能规避掉一次。看一下这里了，双惊喜好了，给一个。 上了一颗红的，就差一颗了。大寒冰飞轮，但没有躲掉。是因为他来了，这边哎呀，好像是沉默了一手，先吊球拉开。这火箭没有办法帮忙，再给。对，因为他要红汤去封住孤手这边的一个是完成击倒。这个焰火区一直是在干扰，火箭没办法拉呀，想要直接看能不能造成没事，这边的话再拉开。 只要拖到这个时间就行，因为杂技员这边是带了回反照的，插个粘土，这个粘土插一颗，先打个火箭，这边再过去强摸一手吗？看一下，97、98来了，能起来了，摸到了，再补一上，直接亮。对的，但这边的话道具是不太充足的，而且门是没有人贴，所以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伏笔。看一下，杂技现在没有球，所以说现在想清分有点难，只能往角落倒了。那这边的话移形没交过，门没有人贴，这局对于捏来说还是一个多抓局，是还能去争自己的移形可以直接交。看一下，哎，同学是个苦丑，移形过来交的非常早啊，这个移形，没错，那应该交大门嘛，他怕这边门开的太多。 但是一双惊喜排的话，还是能排到阿策的一个点位。是，但地窖的位置目前来看，好像是双11这边没有的。空中飞人用一次。对的。小门那边应该是能开完的，因为气象这边位置还是能拖。想飞到这个，哎呦，差一点点。那这一手就没办法牵制了。是。 然后门这里的话，五星这里是在点的，另外一边小门也在点。那他这边门还有一个7、8秒，好像是来得及的，门能开完。对，门能开完，但小门开不了。小门也差不多，因为他这边没有。你赶他走的话，他就能点了嘛。是，都能开完。所以说现在也是能完成一个平局，没有人敢过来救，也没有带化险为夷嘛。是的。 年后面局面也是2个人，由于苦丑这边拖的时间拖得比较久，这个稳定局面就能保证住。对，是，那这样也其他的角色呢，我都是可以把你这个局给你停住的。这个歌剧，考虑一手兴奋，上是一个火箭调查员，是。 现在就看这个化险为夷到底是几个人去携带了。佣兵肯定是带一个，冒险家这个角色由于这么被密集的保护起来，应该也会携带一个。对的，而且保护的位置这个附近算，来看一下开局，非常熟练的一个隐约，是目标很明确，直接去找小吃家了。对的，因为带兴奋你不追小吃家，那这个是的，就闷在手里了。 哦呦，这接近的很快，上来是要不要直接先进行换位，直接砸，直接吃一个输液，但手上的这个回数还在，而且旁边这边也是有残影的，先选择踩板，省一波。那这样小抓其实就有一点危险了，先进一波板区博弈，这板子应该是来得及进的，能进。对的，进板2个单板的博弈，看下怎么说了，是一个过板拿刀。 这博弈拿捏呀，真的是拿捏他这波。而且输液的话，第2个会吸的比较快啊，这样子，再破一个板，那基本上输液出来了。是，但现在的话已经有人提前进板，再换位拿刀先，但其实手上飞轮也没交，是感觉这一手也会有点难受。他回速现在也还在，你敢直接发下去的话，我能直接回速过来拿你第2刀。哇，隔窗刀，那这样子局势完全就不同了。是。 节奏上快了许多，3个半台倒地，仅靠一个化险为夷还是不够，而且你小帅就算下来了，也没有太多的一个牵制空间，自己的书没吸出来啊。对的，老双飞轮的话也闷在手里了。是，好在现在说是起码把技能逼出来了吧？对的。 小玩家牵制监闻者，他只能是要去靠一靠这波换位。哎，等等，这个位置能不能注意到呢？好像看到了，但是提前回速了，他也发现了。对他看到了，所以说赶过来，但是已经被人下去了。是，如果说那波拦截到的话，那这局势就又不一样了。对，至少2个人都会耽误到密码机，你冒险家的话白过来了，都救不到了。是的，然后你佣兵这边也会放弃自己的密码机破译，然后过来进行救援。是，那这边的话再给一刀。 那输液这里是一个50的输液，所以说整体来说还是不太够的。是打算直接倒在海滨，
船尾海边，然后想直接卖了或许。但这局卖的话，这个局势不太能平啊。顶多佣兵再过来给一个化险为夷，让冒险家在外边去多挖一点树叶。对的，我觉得还是要得救一次。救下来他肯定是牵制不动，现在就给一个化险为夷拖一点时间。等一下看回忆能不能自己通过摸箱子摸出来根针，把自己的状态再调整好。对，然后这边状态差不多，要赶过来救人。因为这一波其实就是来化险为夷，就是打算给他卖掉的。你如果说是自己想要溜，他绝对不会倒到船尾，他会去选择倒到大门，因为大门这个点位比船尾绝对好溜。你船尾下来一定会吃到。是的，您这边也非常细节，知道你飞轮没交。是，那时候也是等你飞轮交了之后再去平 A。那看一下现在密码机整体状态是已经来到一个4台了，会有1台密码机给到年景去控。然后其实也看到年景这边是一直有注意到外围密码机的一个分布的。自己的兴奋也还在，随时可以直接切成传送。对，我觉得是这样子，可以先把密码页留下来，慢慢去破译。对，不让外面去修，然后看你这边是达到了哪一波密码机的节奏了，再去把密码页去用掉。先让佣兵跟火灾去进行破译。冒险家现在不能轻易去上手，如果说上手的话，接着传送，那这一局面可能就是让年景去改成一个4抓了。对的，直接反手过来去找郭克。是。这边的话一个，哎呦，差一点点。哎，进到小房了。是，年景也是传送到了，但对，这个就是冒险家一个说法嘛，就是在于说你传了之后，或者说你交道具之后，我才去把这个密码机破开。但倒的位置绝对不能去倒到小木屋。小木屋这边是接着会进行一波破译的，看他怎么挂吧。如果说你挂到小木屋这边附近的话，那就是让。其实我觉得他就挂这边，然后去打这个。他先去赶大船，对。你挂先去打大船。没错，因为小木屋我锁定了是一个满状态的火灾嘛，那大船就半状态的佣兵啊。是，而且你小木屋密码机也没有晃动了，很明显你小木屋过来救人的。主要是你你过来救人之后，其实人他是全部都在这个海边位置了，哪怕说你跑到小木屋去修，也会比较很后面的时间了。佣兵的护腕不能省，现在必须要该交都得交，因为外面密码机你大船现在肯定要不了了，只能要小木屋的。对的，这边的话也在消耗道具。这个窗户的话，确实也是一直没人让年景这边拿到刀啊。冒险家现在是不是直接跑到双11角落？是因为那边还有点树叶吗？应该是。回溯过来，一个反翻，回忆这边，这每次他的抗压能力都好强啊！哇，终于达到了一个隔窗刀，甚至还不是正射，是，这样还能拖一波到海边的时间，能跳下去，跳下去还能再拖一些签的时间了。让火灾来进行救援。冒险家那边树叶是已经摸到50，但是你这个密码机压好之前，它这个传送是能想好的。赶紧拖好。对。那这里的话，我觉得是不会轻易的让你去破开密码机的，要去找冒险家了。而且这一波是半状态的冒险家，是我会有碎片的。是。能不能找到呢？这一波躲很关键，好像远处已经看到了。他猜到了，他知道他不会在双11这边进行破译，而且他刚刚是把这个树叶直接摸出来了。对的，因为你只要摸出来爆点之后啊，就对于哇这个速度，而且这是一个2挂的冒险家，我往角落一挂，你甚至不一定能去很好的救援。是，而且现在传送也在。对，然后现在的话只能让密码机不佣兵下来去大船修。是，然后。外围这里再去拦一手火灾，但救不到。这个时间你赶过来的话，冒险家救不到了，被淘汰了，太远了。这个时候直线过来吗？还有个气囊，还要过来吗？有个气囊，看一下了。但他手里也有传送啊。对，肯定是救不到。首先得拦一刀。他如果不出刀的话，其实也行。对，弹到了，看这边来得及吗？这个窗户不敢翻，翻的话就过不去了，来不及。其实他翻过去也难，因为他这边时间实在太极限了。这里拿到一刀之后，可以直接接传送吗？不接，想要直接先把郭克处理掉了。他认为这一局我只要能把郭克解决，你的大门也不敢开。那现在基本上就是2人的一个残局要去保这个平局啊。看能不能去争这个走一个吧。然后现在一个都有点难，他这传送一直是在自己的手里的。是的，一波击倒下来，密码机还不太够，现在才90多。我先可以把人牵起来挂上，因为你这边一直在亮密码机，是我能锁定你在大船的位置。一教是在船下。亮又不敢亮，手里只剩一个护腕。海边这边残影是可以偷到的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回忆的位置了。传过去，传送落地，直接盘到2名了。2名了，有了。这个位置盘2名又消失，再往左边走2步，其实就能知道这个人在哪里了。对，哎，但是这个
离得很远。不是，主要是他这个引月断了，引月断了不敢去大门了，是就往那个椅子靠了。你看，就可惜没排到这个耳鸣了。再拼一拼，冒险家现在可以，佣兵现在可以直接先去摸一摸道具。主要跑一个的话，首先意义不是很大，就我觉得还是要平局啊，因为跑一个都是精神也是掉了。这个平现在只要你过来救一个，没办法，这个4，对，没办法，还是现在佣兵只能在角落里去藏。这时间也是一样的，赶不过来了，火灾也会淘汰，哪怕就在那弹了自己的护腕。回位置是只能想去走大船这边底下地窖。哎呦，位置拍到了，这护腕再一弹，这板子得盖到才行啊！直接拍，那这位置直接拿了一刀之后，你赶不过去。过不去。位置实在太远了，歌剧还是能过去，只要他自己的引月不断。安德接着追，自己的引月也赶上，成功拿下一手4抓，也是直接可以恭喜基亚拿下比赛的胜利。是的，在今天这一场比赛，其实求生者跟监管者都打得也比较凶，而且监管者现在这局面不明，对，是吧？我这边做求生者 BP 的时候，我也考虑到你有邦邦。然后我们会补2手救人位，一个稳救位，一个卡着救的位置，是吧？可以这么说。但是仙雾梦这边的话呢，还是想到你们这个队伍终归是给我留了。选在红毯位置的话呢，你就是看我面前这3个人谁是那个调香师，谁是那个魔术师，我就去追如果都不是的话，很难都不是吧？毕竟要选2个呀，对啊，3个里面选2个。对，那这样的话就是准备去看看啊，这一波是直接往中场方向去压迫一下，但是空军的话也不会坐以待毙，已经开始绕了。是的，那看一下到在教堂后方，然后是要往哪个方向去？应该还是找调香师吧。小蝶调香师已经到了墓地啊，先摸了3%的密码机。好，现在已经4%。好，4%的密码机啊。哎，摸到就是赚到啊！是，来看一下这波连雷5秒雷压迫一下走位。哎，哦，人的话已经是溜走了。但是这也常规对吧？毕竟身位没有丢太远啊。好，再一个5秒雷，进板反绕，小蝶往前走，再一个2秒雷。哎，炸到一下，不过还好，炸完之后赶紧解浆值放香水啊，是这个亏损不至于很大。再来看一下这波雷，现在张狂已经好了，连雷躲开，但是把小蝶的这个身位压迫到了墓地最深处的一个小中型板区。对，这边的话，一个延迟2连，没有很多了，遥控雷2下了，再补一个雷，哎，这个雷丢到了原地，哎。不过这个地方其实有点难以牵制了，它相当于是你要强行走过来的话，就要吃我尸体刀。我一直这边应该是没有办法牵制了。对，在板子中间想卡到2个雷的一个缝，但是还是被炸倒了。这样的话，调香师的一个牵制是2台半多就三台密码机都没有点亮。看一下这波救援是通缉到了空军，守墓人从红毯方向过来了。这边也是在给你上压力，而且果冻其实也是过来了，这波应该是要打一个配合。对，就是这个人一定是要卡半救的，因为刚才说了卡满的收益是极低的。对。哎，这边好像没发现哎。有一个无伤救的机会。直接无伤一个盾铲冲刺把人救下来了。对，那这个对于求生来讲就非常赚了。对，但整体来说求生者还是被调动，对吧？就虽然说是一个无伤，但是也得益于空军这边给的压力，而且空军还吃了一个伤害。主要还是有个通缉在脸上。对。看一下往这边带的话，其实小门的密码机是不太好去破译的，肯定要去修墓地。是的，而且还要看一下这一波通缉要给到谁。对，看一下这波通缉是守墓人，那这样的话，空军的状态也不太适合过来卡。对，另外一个化险为在487身上看一下，他是有在动但是现在位置还会比较远，而且他本身也没有位移。是。也是一个怎么说象征性的卡一下吧。对，就至少你看外面不是3个人都在修对，我只要有一台密码机没晃，我就不敢轻举妄动去离开这个手椅的地方。但是仙雾梦这边想了想该出手时就出手，该出击时就出击。一个遥控雷非常远，炸到了空军，移形直接跟上。果冻这边牵制压力有点大了，这个地方不是很好开枪压迫一下走位，很多没有躲掉这把枪。想来一个炸弹换枪，但炸弹没炸到一个3连。
前面的话往木屋的后方去走，一个2点垒躲开，压迫一下走位，让自己的身距更近一点。哦，飞轮再顶掉一次伤害，前面的雷还能续得上。别多看一下这一波能不能3连炸到了，但是现在遥控雷好了，那这样就没办法了。那这一波的话就不允许卖了，对，还是得赶紧过来救了。而且这个位置的话，其实蛮空旷，你无论从哪个地方过来，一定是能被仙雾梦这边提前看到的。这一波的话，应该是要求487往这边赶一赶了。但是两个人都没松手。如果要先亮密码机的话呢，仙雾梦可以直接就拦过去了。对。那487那边先修着，然后守墓人那边亮了之后，赶紧往这边赶。但是仙雾梦是感觉到你们要优先抢机子，所以说把很多炸弹放到椅子上。对，就让你因为。仙雾梦的视角来看的话，我觉得卡不到半，炸到了半状态魔术师，一个非常遥远的遥控雷炸到了魔术师啊！而且你也看到了小明他亮机的位置离这里还是有一段距离的，是的，是从大房翻出来。那这样的话，空军卡满的话，还救不救了这个人？小明过来博弈一下，手里的雷几乎是满的。是，而且的话，其实密码机是压不好的。密码机在淘汰之前是压不好，一定要先扯人才行。是的，看一下博弈。哦，救下来了。要看一下这边。遥控雷直接点亮，这出刀有点急。有一个回光返照加速。对，但是果冻这边也很难牵制起来啊。还是一个空地。对，手里移形还在。继续绕树，能多拖个3到5秒。来看一下两边的门都是有点进度，不过大门那边是没有再点了。守墓人这边的门能开，然后487的话，看看有没有队友给他排了地窖啊。我们视角看地窖是在在大推，但是487走的方向其实不太对，但是好在香梦这边直接是往大门冲，那这样的话要跟487错过了。那这样487就是能稳走了啊，对的，而且交了一些魔术棒加速，追不上他了。对。这边是看到了远远的魔术棒身影。这魔术棒何尝不是一种脚印呢？还捡了个香水。是的，把所有道具都用完出门。那第一局上本回合战罢，双方互相保平了。用这个去尝试一下拉高自己的上限。对，可能凭借一个强电流，把在笼子里的这个身距拉开。我可能再钻个2、3次，是吧？你这个笼子就要消失，废掉一个笼子。但是跛脚羊为什么刚才没提？有一个点就是这张地图它很多的地形让它比较难受，不是很乐观，是吧？不如说我直接从红毯过来去开阔一些。对对对，但是大家都知道，可能要去奔着囚徒追了，对吧？囚徒自己心里也有个数，是吧？这一局的话，你看其他哥3个都不是特别好欺负，唯独自己，是吧？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，小推方向呢，直接往3连方向走，看看能不能枯草这边拿点机会。感觉先逼道具，对，逼一块表我再走，很赚。走位已经蛮近的了。算了，好像没算，没算算了，还是算了啊。宠爱想了想，我在这边吓唬吓唬你，我自己长点愿力，然后我再去红毯方向。那红毯方向的话，皮皮虾已经开始摸道具了。是的，套着盾就是非常的嚣张啊。没拿是吧？没拿，可能不是很理想啊。对，不是很理想。先看一下。但是它再不理想，还有比工具箱更不理想的吗？我们一会儿可以看看，或者说觉得非常理想，我们一会儿再拿。非常理想，对，先不告诉我们。这边还是来枯草这边，对，枯草这边逼了一个道具啊，主要是没太找到囚徒的位置啊。但是他在等盾啊，当盾消失了，皮皮虾走了，我感觉是根针。对，只能是针，比工具箱还差一些的。就是食之无味，弃之一点也不可惜的道具。对，拿都没拿，确实。好，这边的话是拿到了这一刀。主要这把的话，其实能看到宠爱他现在的。看到了，我已经看到那个针了。这边续盾没有成功，那就是也不能说秒，但是他确实没留多久，但是前面找了很久。但其实还是要秒，因为是带了一手失场的。对，后面这个密码机踹出去，它是更不够的。确实，但是好在有一台密码机，最不想被踹的那台已经开了。还 OK。这边大副的话，摇表有比较难受，这已经是他第2个道具了，刀尖起舞，直接打出来，再摇一段。感觉前面能做到吗？现在愿力30多不够，就差一点点。还是救下来了，而且摇到了第3段。那这样的话，拎着自己的工具箱往中场方向走一走。
愿力足够，就看这个笼子钻过来。这刀哎，没事儿，跟着过来。那这样的话，园丁再次击倒在角落的位置，然后囚徒这边开始 OB。但这个盾给续出来了，哦，现在就有点亏，因为他可能是这样，赌宠爱直接签，然后用我这个盾下来之后，我出一刀，我再翻这个窗。是，可能这么想的。主要是这个可能还是要等宠爱走过来跟18过来配合一下再续盾。确实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就囚徒这一波其实也是稍微浪费了一点时间，因为你是直接倒地了，我没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啊。对。所以直接出来赶一下囚徒。那我这边挂一下，能不能把这一脚失常给踹出去呢？哎呀，这就有点疼了啊！这看一下马尾这台多少呢？57、59，哎，正好。就踹干净的。就正好，对吧？看一下，过来交一个魔术棒也好险。对。给到一刀，给到一小刀啊，给到一小刀。还是想再拖一会儿啊。我是现在的这个状态可以，那这样2刀，然后把园丁这个血线卡的还算是比较极限。是的，尽量拖了一个。续盾，还在续，直接后撤，但是打到了这个盾上，然后把这个笼子拆掉，然后不过好在他的愿力比较多啊，其实这个地方的话还是很难跑出去的。是的，钻过来拆笼子，再钻，老套路，再钻回去。这波的话再钻，这刀打到了弹刀，笼子消失了，再交一个笼子。皮皮虾是直接往前走的。哇，皮皮虾还在木压，但是没有做到啊。那这样的话，挂上还有最后半台多，3个人打半台多。然后回光返照的话，除了囚徒，另外2个也都有。是。但是这一波其实他的3-6还是挺成功的。拖了很长时间，也消耗了很多愿力。对。但是2阶的不叫阳了，这个愿力也不是说很稠啊。长得还是快得很。来，墓地这边找一找枯草，枯草这边也是拿到了针啊。你说这个针其实也还是有用的，不然的话，他现在是个半状态。对。就是前期可能没什么用，但是不要小瞧它的这个潜力啊。对。钻过来，再跟钻，另一个方向给到一刀，拿到了这一刀，而且墓地这台密码机是被守住了。看一下能不能快速击倒，等一下愿力。看到你是卡在这个位置了，直接过板拿一个伤害。对。把他逼到一个不理想的位置。但是已经偷偷拉走了，还在扎针。是的。这边是确定具体位置了，然后囚徒那边密码机是80的一个进度，现在是。看看能不能抽倒了。这边其实拿一个笼子架住了这个交互点。那感觉这个过去捡的话可以亮啊。直接点亮。看一下再放龙。门的话没有第一时间贴到，想走一个8字，但是本来想走哇还是准。对。本来想走8字那个点，感觉被墙挡住了，但是还是很准啊。过来还是正好在板子的位置。那挂上之后，这个底牌还在，中间有人卡，另外一个人点门。直接移形，中场这边有耳鸣，要不要回去？先看一下点门的这个人。我觉得有听到耳鸣的话，其实可以尝试找一下。那边的话，人偷下来，这局还是要平。是的。哇，而且这波马尾他是拖了很长时间，毕竟他道具很充裕啊。是的。但是这边有点被自己的魔术棒稍微干扰了一下路线啊。没事儿，那这边换挂过来，再去排中场的人。而且我看一下，囚徒还可以，如果是他点门的话，可以把门给传开，因为这个门进度很多。不过他们是枯草去点，还是让囚徒去卡？对，来排一下这边，没有排到耳鸣，然后再往中间走一走，往前走就会有了。方向就看宠爱够不够坚定哦。这边有耳鸣了，但是耳鸣又消了，是不是在小门？回头，看到了，再拆笼子，再放笼子电掉了。那这个地方交了飞轮也比较难受。对呀，那这样的话，差一点点啊，18没有走出门。那第一局，宠爱这边完成了一个3抓。对，你只要放了这把的话，感觉就是喧嚣歌剧，我一定会去拿的。对，一定会拿其中之一。但这张地图确实是歌剧演员发挥时间不如喧嚣大。但是他们可能
也都越来越会扭，越来越会了，对，就越打越会打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喧嚣的话，它的上限终归是摆在那儿啊。好的，进入比赛画面，直接是往中场方向。 但是昆虫学者已经开始拉点了，在2楼停顿了一下，感觉有点像去追皮皮虾。红蝶亭这边找皮皮虾，但是你看还是往后撤找一找，中间这边会不会有人停留在这儿，或者说想去偷2个密码机？但18这边很警觉啊，还是一直在拉点。对对，这边双重惊喜只上到了1重惊喜啊。不过前面这一波的话，也是同时干扰到了昆虫跟古董商2个人。没错，想找一找18的一个位置，但18的话往深处走了。 翻出来，往外翻是不是不打算去追这个昆虫了？可能是想着不想让他上车，一开始这个走位难道是？但是后边的话，感觉直接找不到昆虫了。昆虫都已经在墓地修起来了。对，那最后还是兜兜转转来到了皮皮虾这边啊。对，皮皮虾这边偷袭。哦，这边还不趁着这个时间再多打几次。 哎，但是空了一下。对，你要是这样玩的话，还不如刚才直接就接着打，多好呀，是吧？是。这边导致3棍空俩。只有第1棍是有一些效果啊。是。而且这个道具消耗也太快了。主要现在这个古董商就是你好不容易能打他一次，你还不摁着，就全打了吧，对吧？直接就是3棍连上就完事儿了。但是皮皮虾这边，哎呦，这边是被双重惊喜直接是拿到了，哎呦，这边的话感觉要倒了，哦，还好，还好啊，最后一消是给扫到了啊，手中的兵刃救了一命啊，好，那这样的话还差1颗土球，这个走位稍微是有点没法溜了，没办法了，是的，飞轮刚也交掉了，好，往墓地方向挂。 18这边相对来说慢一点，地下室看来是要挂进去了。不过这把是有守墓人的，对，有守墓人，挂到地下室，守墓人也得提前来，直接顿产了。哦，还通缉到了，硬修，好，过来管一管啊，因为我知道守墓人的一个位置。假装失常，假装失常，是怕心里吓得够呛。你要不还是来追我吧，千万不要踹机子。对对对。 但是你看这波挂到地下室，就是加大了求生者一个赶路的时间成本，对人员调动的一个成本更高了。对，即使拿到这一刀之后啊，18也是很放心不下他的那台密码机啊。是，赶紧抢一抢。哦，确定要在这儿交吗？给到一刀。怎么说？是想直接追一个双倒，觉得这个地下室收益很高。这边就是很难把这个白色转盘给它上到啊。这个是不是没必要啊？哦，要过来再挂守墓人，然后再把气象调过来吗？但是外围的话，还通缉到了气象，那直接是贴点救，反正我也带了化险为夷。对，而且我半状态救别的不行，救你喧嚣还不是随便救吗？是。 这样的话就是有点把虫儿一直限制在这个地下室了。但是你说这到底是谁限制了谁呢？有点像是求生限制了，求生限制了自己啊！感觉这2个人都同时倒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下一波，而且都是2挂。对呀，主要刚刚他是个秒救啊，不过那个地下室其实因为你通缉到了气象了，他想贴过来也会比较难受。对，主要这2个人还都倒在这里啊。啊，昆虫和守墓人倒在一起，外围只有1个人修，再牵起来。 啊，昆虫是一个满挂，马尾直接过去救，外面只有皮皮虾在修，过来贴点。这一波是没有人，哎呀，能不能下场？很难呀，打断了给。那现在再赶紧回去救一下昆虫啊！这边守墓人已经是挂飞了。是。哎呀，直接是一个强风。但你本身其实还是要在这个板床区待着。哦呦。 飞轮，红球，哦，想打一个双球，但是没打到。看一下密码机，其实是要压好了。是。看一下怎么亮啊这波，因为不敢贸然去亮。现在开。然后门的话也是有提前贴了，感觉马尾就往离门远一点就好了。 现在但是这个倒地速度有点快了啊！开门战他也没有什么可以牵制机会，因为他道具也都用光了嘛。对，好在是点的远端门。
想要用空中飞人赶过去的话，应该是来不及了。是的，来不及了，门已经开了。这样的话是保住一个平局这一局。好，那就看下半回合。感觉那换边之后还是求生这边赚，嗯，还是自信的，毕竟他是第1局就直接拿破仑的人嘛，就感觉跟宠爱那边一样。我既然这个角色已经打的熟练度这么高了，我无论什么样的阵容，我没理由不拿的。对，就是自信嘛。对。而且相比于其他的角色，比如说像鹿头，他就不需要原地去守倚。破仑的话，他只要这个监管者从头到尾他都有事情做，那他的上限一定是高的，是吧？但是有些监管者他，比如守倚阶段，我就只能等着，有点局限住。对，有点局限住这样的监。好的，直接变身。前面是果冻。果冻的话，暂时还是比较安全的啊。第一波上次的时机躲过。捏着球来绕这个圈，但是第一个刺要上，哎呦，这个地方没有上到刺，居然下来了。对，走位还在走位，果冻这一波走位很细腻，一个加速还在躲，小果冻，哇，这一波也没蹭到吗？这个刺无伤逼了一个变身啊，身上一根刺都没有，还直接跳过了那边，直接到了一个双11的位置。是的，感觉仙无梦今天这个破盾有点瘦啊。你恨不得他过来把半张图都给占了是吧？主要但这波的话，在狭窄的一个通道里，确实是避无可避啊。对，再变身回来太窄了。对，可以看到5秒钟的这个变身，确实给这个监管者增加了很多灵活性啊。前面夹子，哎呦，没法躲，给到一刀，然后躲到这个缝里，不要被车撞啊，很细节。仙无梦。那这边的话，因为一阶尖刺有了，没法躲了。这样下来的话，就看一下悲观和飞轮的博弈了。先交球，离开距离，直接闪过来，想用夹，想拼，躲了，小果冻！我的天！哇，但是这个夹子紧随其后啊！还是多拖了几秒钟，加了一个擦刀的。是的，但是躲掉了呀。是，你就说帅不帅吧？就说以后这个切片，我就只捡到飞轮交的那一块，就戛然而止，对，就可以了。对，后边的是仙无梦的切片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密码机的话比较多啊，是2台半多一些了。是的，而且守门人这边也是一点机会没给啊，直接是当面下铲。没办法，你只能等他出来再看能不能给上个刺。那你要出来的话，我就不着急了。是的，对吧？我就等。既然你选择变身的话，我就在这边再耗一耗，是吧？你打不打嘛？不打的话，我就先把夹子吃了，你再扔，我再吃一个，对吧？吃得饱饱的。好这边的话给到一刀，正常极限卡半把卡的非常死啊！果冻这一波6肯定是没法再6的，因为手里的化险为夷也没有办法去往车上去走嘛，而且上了车也没什么用，打破轮。可以先来到这边。好，这边又是2个切片，一边捡到小果冻盖上了这个火球，另外一边又捡到说，哎，我吃了火球，但仍然给你打到。其实这波仙无梦他停车的地方很有讲究，他无法让小果冻在跳球的同时越过窗户。如果刚才小果冻正好那个窗户往右边移一点，他跳球同时扣到仙无梦的身上之后再去跳过窗户，那就不会吃这个震慑，对吧？但是这个总归来说，还是我们没有去抱下来之后6洞的这个希望的，因为确实这个点没有什么可溜的空间。感觉只是想转一个，说我后面再救下来，毕竟墓地长窗我是可以牵制的，就我强行用这个20秒进入一个我后面可溜的一个点位。没错，这一波再插眼，然后看看有没有人想下来救一下啊。但不是很着急啊，对吧？下铲规避到，那要不要先背出来？不过不着急，感觉这个淘汰进度会比较极限啊。不过小明这边反应很快，直接撤，椅子能扛吗？没有扛到。那这一波的话，挂上2楼密码机还是亮不了，开始进入到仙无梦的一个控场节奏。那小明的话就赶紧在墓地这边开一台了。对，看一下，监管就近的，把人逼下来再说。487，在上面变身，提前变身也能提前再变回去。我主要这边也进不来呀，球也堵住了。对。487被逼到楼下，然后直接往墓地长窗去啊。但进去之前还是要吃到这个1阶尖刺的。是的，看看能不能在脸上贴近，交这个2阶，再翻过去，2阶应该是躲不开的。能上到这个2阶。我手里还有一个气囊，而且身位会比较安全。前面有一个拐角，先躲了这个夹子，捏成半状态。那小明这边也没有摊密码机，是先去拔刺了。对。487把这个气囊给收回来。小蝶那边的话，
要赶过来。其实他见一见仙雾梦是有好处的。是的。啊，不然的话，画家的优势就发不出来了。对，你开门战的话，它是有一个伏笔的。你看这边有画的情况下就不一样了。而且手里是有飞轮的。飞轮躲，没躲掉。啊，这一波有点小失误，不太对劲啊。对，因为这个属于是一个比较容易做到的。因为它是比较固定的，是一个时机没有掌握好。对，初次的一个时间。对。那看一下，应该也是不要2楼了，直接让487去修一下墓地那里比较安全嘛。对，小明来救487过去修。密码器的话是80。487这边也在长窗等好了。你看，这就是永眠阵它控场的一个难处，就是有一些地形。就被骗回来了。想去打断悲观，拉开了一个身位啊。那前面是没什么办法了。确实。然后另外2个人的话贴到2楼，2个人一起合修的话，应该是可以压好，但是还要来救一波。主要这个车吧，对，等一等，车要等一会儿。还是挂一下。是。小明再过来救，然后上面人压机。不过这边眼已经插好了，这个门应该是不太好开了。变身想去拆眼，小明。那你变身的话，还是要过来救了。对。看看这波啊，会不会是一个夹子悲观？再等。躲出来了。跑到你的脸上，悲观怎么说？这一刀压到了起身。对。那因为是没有挽留嘛，所以说小明这边还是多点了一会儿这个门的一个进度。小明这一局真的是没有给到任何机会啊，是点机会不给。而且刚刚用的是一个非常残的铲子，对，这一波是把仙雾梦给逼回来了。是的，铲子的进度还有。对，还有一个残铲，这边是想着强行救一波啊，至少2个人都现在没有倒地的话，这个门也能匀出来了。没错。哇，残铲，最后一点点，那很有实力了呀。对呀，这487都已经进到墓地长窗了，现在好像只能去管一管。这一阶，还是上到了，还是上到了。那就该悲观就悲观啊。对，然后小蝶那边的门是管不掉的，而且你就算过去，他手里有画。这个我觉得还是稳一下吧，仙雾梦。这个局对他来说，但是看一下那边的门，放下了。放下再插眼，让守护人暂时起不来，然后去找487。487有球，可以直接一个球过去吗？还是说等他变身？应该是能到墓地的。就在这边等一下。哇，还在走位，等2阶。一瞬间躲掉了。当飞轮用，仙雾梦这个夹子往前封了一下，不让他进这个窗。另外一边画家已经回去摸人了，前面可以进这块板的。还在走位。前面板子想抽刀没抽到。插个眼再走，这应该是要追487了。只能追，因为而且他还是个挂飞啊。对。再不追487的话，真的这一局要往不敢想象的方面发展了啊。是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另外2位求生者出门，拉满了这一局，真的拉满了。对，因为主要是你后面不敢再拖到画家这边有画过来去。飞行家也未尝不可啊，可以试试。最关键的是在追击的时候不太受到 OB 位的一个干扰。尤其倒地之后的猫咬中的话，其实你就算一个眩晕，我可能还是能够大概的跳过去，会跟上你这一定的身距。对，当求生者越想操作的时候，那选在了小木屋的话，其实可以直接去树林这边古董上。因为如果想要去追先知，他可能已经前期会拉点到大房那个位置，本身也没有密码机。好，放猫直接去找皮皮虾啊！大家都心知肚明了，是吧？皮皮虾也知道肯定这一局要追自己的，因为有一个角色克制的关系嘛。是。但是先知的话也不能说太嚣张啊。但是你都追到这个位置了，就还是放心的修起来也没问题了。对的。带了点狂暴啊，狂暴加快踩也是非常常规使徒的一个天赋。这边也是稍微。这是一个什么骗吗？这是。对，想骗再跳过去啊！但是皮皮虾这边毕竟是个长窗，反应的空间还是会比较大一点。是。也是转世拉点啊，前面。拉点。也没匀过去。是这个云门是补了一段距离啊。是的。翻回来。好，那这边的话给进入到沉默，前面有刀了。前面是给鸟。对，给鸟这刀不拿了，选择不拿了。那也是等一下下一只猫的一个 CD。
我感觉其实拿的也行嘛，毕竟存在感很有用啊。开了1阶之后，你会有个指引。对，因为你像很多使徒他还在张狂的打法，我这边想预判一下啊，风险对冲一下啊，没冲到。好，那这样的话 ，PP 你看现在如果说鸟拿的话，感觉能有1阶是吧？嗯。因为你刚才打那只鸟，它也转不走大门废墟嘛。还是要在这里面。对。跟你转啊，丢不了视野。猫分裂的有点。但其实有一个闪现在啊，不过因为你没有太好的一个时机啊，还是闪倒了。但这个溜的很久了呀。是的。 3台机了。已经废了很多只猫了。对。而且外面的话，2个化险为夷，就看这波手蚁了，或者看未来2波的手蚁吧。对，你想这3台的话，可是包括一个前锋的88呀，这个很恐怖。另外2个人已经出发在找这个密码机了，当然第一波应该是让18来救一下。是枯草那边比较远啊，这边猫是提前咬到18了。没那么好救，说实话。想打一个 A 晕 A。 哦，先晕了，那还好。然后猫的话回来好像谁都咬不到，但是可以跳一下，加上跳一下加补撞。这就是一个好汉3个帮啊。是。那这边的话，应该前锋要继续跟啊，这边是有防到，但是没有掌握好他转过来的时机。对，前锋就是这么的变幻莫测啊。对他看你回头，我也可以再去绕个小圈儿。对。但这个时候万万不能说。 换节奏啊，还是要3心2意，对，哪怕到了开门战，也要先击倒皮皮虾，对的，因为道具消耗了，而且皮皮虾是已经挂过的。这边沉默了，皮皮虾这边有点被反绕到了，但是前面这个窗户能翻吗？翻不了了吧？哎呦，有枯草过来帮忙了。就是不管你能不能行啊，我一定会强行过来给你扛一下的。是。 再放猫，因为确实保活人比较简单啊。对，一旦上蚁的话，使徒他就有很多功夫来处理前锋了。哇，走位是躲开了猫啊，但是这个扫视没扫到。这边利用了最后一波跳，把这个球给逼出去了。那这样也是没有用技能就把前锋给搞得不敢去 OB 了。对，因为本身是半状态，而且确实道具不是很多啊。现在密码机的话，还是差一开始前锋的那台88没有亮掉。其实还有现在的话，应该是要有人配合前锋过来救，另外一个人补2台了。还是要让前锋把化险为给交出来啊。那另外一个人好远。没过来，没过来。没来吗？对。但是前锋也没有回光返照啊，压好也没用啊。对的，主要是密码机还是不太够。那就保平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。 个人的话还是难保活，只能说看能不能撑到，2个人至少把外面一台密码机给修开。先亮一个贴门去吧。哎，门也没贴吗？刚亮得了，就是一个在大门，一个在沙包。对，大门那个先亮去贴个门，然后沙包那个就直接闪过来击倒。但是这里先知有点尴尬呀。马尾在这儿。对，我现在挂上前锋，其实我还是知道你的一个位置。对，我就往大门人皇蚁这边挂。 然后架住先知的位置，但是18这边会给一些压力啊，先知可以去点另外一侧的门，或者在中场这边徘徊，看看18这边有没有危险。18这边没什么危险的话，他就可以去到小门那边。对，看18这边跑出来卡，2个人相互分散，但是这边18千万不能被猫提前给照到啊。对。这边是躲过去了的，而且耳鸣都没有。这边是去点门了。 是的，是去点门的话，那18这边可得注意啊。千万不能被发现啊。对。夜雨这边想了想，会不会有人在中场方向卡着呢？毕竟大门是开了的，对，这样的话，其实18就能溜出去了。对，那这局应该是一个没有什么悬念的平局了，手里的技能也没有，那马那边点开门就可以直接走。这局保平，那对于成都记来讲的话，下一局仙雾梦必须要争一个3抓，或者没办法，作为一个使徒安。是的。对，所以他的上限会取决于监管者是否会给一波机会，或者你把你的追击拉到极致，但是使徒安的追击很难拉到极致啊。压缩一下机械是他的一个破译上限了。是的。而且机械也确实是最好追击的一个点。对，那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局的话，仙雾梦如果3抓4抓，则成都积极取胜。不对，3抓的话。 好，让我们来看一下，前面就是小果冻的机械师娃娃是直接放在了沙包外。哦呦，好像不想搭理这个娃娃，想直接奔着机械师走啊。那主要我们刚刚看技能的话，这把带的也是一个尸场。尸场，只要我椅子上有人，对我这个尸场能用出来就 OK。对的，能够把你这个破一块给抵消掉。
啊，这边板是小蝶这边帮忙下了，得先踩，是那这个猫然后再跳过去，是能确定果冻的一个位置，想反绕一下，但是果冻这边也很机敏。现在就尽量拉开自己跟娃娃还有大房的一个距离嘛。对，等下一只猫，这只猫是要拿刀的。进入到冷却提前，给到第一刀，疯狂的往没有人在修的地方走。对，但其实这样的话，要防到还是中场那台密码机会比较近。看一下，哦走位把猫给躲了。小果冻是很秀，但是还是要倒这个距离。他手里是有飞轮的，看能不能进这块板。哦，蓄力刀被看到了。我觉得如果说再不交一些闪现或者移形的话，他们会预判到。应该是能预判到的。对你这个技能不太是偏追击的。是的。好，这边有一个窗弹加速啊。但这个地方确实是要倒的。能倒到很靠里的一个位置。哎呀，这一脚时长恐怕是踹不出来的呀。看一下小明过来准备说，哎，往哪儿挂，我就跟着往哪儿跑。对，跟着逛一逛。然后中场那台被抢开了。对，487也在抢，使劲抢。这娃娃还在外面。87这台好像是差的比较多呀。哦哟，还在修，别修一会儿，踹了吧。是，踹了。就保证一下小明那边的救援，而且让小果冻这边拉开身位。但你看这个密码机，它跟脸上密码机区别就有点大了。对，就是我踹完之后，这个人击倒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儿了。对，果冻那边已经进大房了，而且看样子小明这边是想跟一下的了，对吧？把你踹的这个机子的时间给拖出来。哦，这个猫是小明帮吃了。是的。沉默，现在没有办法帮忙保，但是你沉默时间结束之后还是能保。对，又到能保的时间了。反正身距近了就猜平 A，是吧？身距远的就先猜技能。但这一刀的话，其实没必要给。可以不给，对，因为果冻的身位是安全的，而且你这边是可以用头盔。哦，又躲了，猜平 A。哦，但是技能，哎呦，倒了。那得赶紧移形，因为他只猜了一次，到第二次的时候应该是超距离了，就没有办法摁出来第二次，所以说这边也是给破解掉了。对，你看像我的话，我就会比较能应对这种情况，因为我就直接点2次平 A， 我不管那么多。你就觉得人家一定预测你2次了？对，因为那样快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平 A 2个在一起嘛，要相持或者技能的话，你手指还得挪开再点。我们看一下，稍微干扰一下娃娃的破译。对，小明那边稍微卡的死一点。打一刀。现在猫还没有好，是可以先把人给救下来的。还有个盾，开宝了。2个平 A。这边果冻是想去蹭的，但是没有蹭到。坏了，2个平 A 也好像也被破解了。2个平 A 也不行。那看一下把娃娃打一下吧，娃娃还在努力，娃娃还没有扎机，娃娃还在努力。你看人家的娃娃就是不一样哦，都修了很多的密码机啊。挂上之后就不努力了。要不说这干活还得有人监督，你知道吧？对，刚才走了就本体在旁边，他不敢懈怠。是，这一离开庄园就觉得歇会儿吧，也挺累的。对，歇会儿吧。不过求生那边已经是重新再开一台密码机，也是有41的进度了。不过这种局的话，仙雾梦想去争一个3，还是有点机会的。这个局目前4抓面没有看到，但是3的话，只能说是有机会。那感觉也有一个伏笔，是在于小蝶他多带了一手化险为没交过。对，这个其实有可能成为求生他去翻过来的点但是能平，就别去争3了。对，稳住。除现非特别不行了，一定要去争一下的。对，这边是提前拉走，不过猫还是咬到了，也看到地窖是在小门的一个位置。再跳过去，倒脚吧，踩住，直接击倒。那心理家这边倒地的话，气象学家准备过来把化险为夷套出来。小明那边密码机是能压好的，而开门战的话，仙雾梦的技能也能赚好。开门战如果说能够快速处理487的话，感觉这一局是有机会争3的。对的。但是猫的位置放的有点错误啊。他想预判一下直接救了气象学家过来的一个位置，感觉有点坏。而且追小蝶吗？
小蝶的话，其实反而是最能溜的一个呀。他现在道具很多，如果追心理，你比较好去针对啊。这个可以亮了，跳还稍微卡了一下脚，感觉趁着没猫可以亮。嗯，他道具是非常充裕的，但是他们门还没贴到，在等。想让心理学家跑远一点。因为对于小蝶来说，他不是心理，他平地基本上不会能给到刀的，对他有道具。我可以说吃猫的无所谓。对，吃猫，然后再打击倒密码机，直接点亮，5秒钟之后才有猫。那边贴到门了。对，刚刚贴到。嗯，小蝶的话，奇想平衡还很充裕。是的。反向过来躲掉这个猫。风云驾雾啊！这个猫是有一个指引回来的，想躲啊。击倒。两边门都在点。直接传，但那个门是开了的。那就有点坏了。对，那其实那个门管不了了。哎，小蝶是不是还有爬一爬地窖啊？有地窖，它起来的话也可以走，因为香梦它不是直线回的。对。哦，感觉那如果3的话是能多一个净胜。对，要走地窖了。能起吗？有80吗？能，可以的。看左下角已经满了。起了。现在手里没有跳，直接过去了，因为猫的指引也不是地窖的位置。多了一个净胜，成都狼队。让我们恭喜成都狼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！鏖战3局，其实也是一种2比0。是因为你上限太高了。对，这个角色的话是很吃你使用的一个熟练度的，只要你的熟练度够高，确实可以破解很多求生者的一个道具啊以及地形。但是这张地图是他们这个选点其实就跟我们想的一样了，就唯一的不同可能是飞行家我没有选择去站一个站台，对，让大副去站到终点站，这是唯一的变数了。因为求生者这边的一个预判也是波将出生在这边的一个红马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他这手好，进入对局看一下目标还是杨洋的飞行家。只能说压力还是很大的，因为毕竟这个地方的话比较空旷，没有高低差的一个地形。对，而且前面这个板子还是比较的简单的。秒龙直接救到脸上，刀到脸上，道具逼得很快。这个位置应该是有刀了，顺庭躲掉，非常漂亮。是的，熟练度其实很高，这样极限脱掉了笼子的结束，吃了一个0.5的伤害。那这个位置其实对于杨洋来讲就可以完了，因为波将下一个愿力其实还是比较少的，第3个笼子要慢一点。是的。看一下这第2个笼子能拿到刀。把人给从板区框出来，只拿到1刀。这个拿刀节奏是非常快的。不过杨洋手里下一个喷气背包的 CD 也好了。要看一下这波博弈，看笼子的一个释放，还是去逼他的一个道具。对，因为是黑龙，得绕一圈才能钻。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击倒了。开局1分钟就击倒，梦幻小迷这个波将熟练度真的很高啊！而且飞行家的道具其实教的没有什么问题。对，还是被梦幻小迷找到机会了。3个半台的密码机，然后这边救人位要从终点站过来，所以必须得提前拉点。是的，好在他这把是没有带一个失常，对求生者来讲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对，看了一下太远了，所以让神坠过来救人。调香师的话抗压能力很强，这样想要叠一个双龙在里面去打这一刀，但是反应很快，看双方的一个博弈。看神坠这个位置还是能牵制，后面猫猫过去了。对的，但猫猫手里是没有化险为夷的。但这波也是把人给救下来了，还可以去进行一个扛刀。不过这波其实对于求生者来讲挺亏的，这个很多被白拆了，还行，我觉得。还可以。那这波还可以，没有第一时间打到针对，让飞行家能够有机会去起点站坐车。主要他现在没有愿力了。对，一旦这边的一个26起来的话，前期的时间就赚回来了。但这边还需要再扛一下，因为闪现以及笼子的一个愿力都好了。是，哦呦，还砸一板，不得不说这个陪跑真有效果。前面这个闪现要不要果断交了？其实他现在有点怕飞行家再去牵制啊。对。哎呦，但是没有愿力的话，交这个闪现没收益，好亏啊！只有一个1/4恐惧值。对，但好在说开了2阶。对的。还好，这个侧倒很精准。对，那还可以。如果说这个笼子再空的话，其实对于梦幻小迷来讲就有点炸了。虽然这边入殓师配合调香师2个人一起来救援，但是中后期的一个牵制是非常不错的。你看他第1次上挂是1分钟，对吧？第2次上挂是2分40秒，这中间已经拖了90多秒的时间。对。再加上求生者手里还有化险为夷。是的，抽1刀调香师，但是问题不大，没有笼子。
这个时候再去补一个笼子，看打针对能不能打到。哇！技术他们还是很会去通过团队配合牵制波小羊的。对。哎呦，但是这里的话有一个小失误，杨洋提前钻过来，对，杨洋脱离这边调香师的保护了。我感觉他应该是预判梦幻小迷钻过来，然后去打一个反心理。但有时候就是你把对手想得太厉害了，对，反而是自己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处境。对，想太透彻了。对，自己反而就有点当局者迷了。就是你想到第5层的时候，他可能只是站在第2层，刚好把你给镇住了，对吧？那现在一个场上是减员密码机差的还比较多，这个局势对于监管者来讲还是比较优势的。对，梦幻小迷想来这里排神坠，但神坠是提前卡在了起点站，手里有香水加上飞轮，他其实那个位置很安全。说实话，第2个人的抗压非常危险，哇，漂亮，好帅！那接下来的话就要靠着飞轮看能上。反应很快，但是道具已经空了。这个点位，哎呦，又是一刀，而且你坐车的话被龙队框下来。对。那下的话就得往角落玩板了，但是梦幻小迷这个熟练度太高了。另一边的话，灵柩已经给上，但是没有用啊，因为我已经切成了一个传送。现在的话就看这最后一台46%的密码机能不能修开了。对于监管者来讲，他现在的节奏是非常好的。这波是还是需要求者去考虑反身的。是的，看一下这个 T 要不要交，还是选择直接去管鬼屋这个人。那猫猫这边看来是要过来去补71那台了。他这里想要省下这个 T， 选择交笼子过来处理调香师也可以，因为开了2阶之后愿力涨得会非常快，还偏了一下飞轮，很细节。这样的话，他开门战的话还会有技能。对，神队这边捏飞轮的意义就是在于去骗梦幻小迷，告诉你我有可能在开门战的时候有回光返照。是的，而且能够在因为密码机能压好嘛，所以说能够在开门战去留一个飞轮保生存。哇，但梦幻小迷这边思路很清晰啊，直接把调香师挂在了一个起点门的椅子。对，这样的话3名求者都要到起点站来，会压住一个门，而且你压密码机的一个位置又离起点比较近。对，再看到这边波将手里愿力其实很多哦，他现在已经在为开门战做铺垫了。等一下的话，他可以边追起点的人边守门，而且终点我可以用传送来威慑。对，甚至说这个开门战铺垫已经铺垫非常好了。交一个笼子，从远端想打一刀，大副还要好钻过去了。哇！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个人救不下来呢？有点急，有点2连龙，第3连龙钻回去了。他直接把笼子主动拆掉，但是能摸到，还好翻了过来，那还好，太关键了，李宝这波如果没有钻过去，被他拆笼子就毁了。对的，这边梦幻小迷也没有猜到这边神坠其实是没有回光返照，所以直接给了一刀。不过有化险为夷的一个情况下，其实压力没有那么大。那么大副摇出怀表的话，现在也是处于一个僵持的阶段。对。只能等了。现在梦幻小迷需要在起点站尽快把李宝处理掉，但是监管者的一个优势还是有的，毕竟有挽留有传送在手上，看能不能处理掉大副。3段表摇到了，他没有钻，没猜到。是的，钻是其实就在脸上，能处理吗？没有敢出刀，脚步声太乱了，棋差1步呀。后面猫猫已经摸了个护腕，走一个八字楼，这边的话继续反钻，还是进不到了。神坠在另一边点门了。那么就是一个紧张刺激的开门战博弈了，你敢不敢踢？大副是一个1挂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传送真可以传。是的，中场是默认卡着人的，传送落地，看一下是谁，应该是上官飞的调香。是的，这个位置调香师压力也非常大，但调香手里还有一个飞轮。看一下梦幻小迷的博弈了，这个板区一个虚刀飞轮躲掉，不愧是。神坠的反应啊，太强了。是的，那这个位置其实还能再牵制一会儿。这个刀空了，有点着急，还在游龙。但是最终还是被击倒，那边人已经救下来，门已经在点了，那手上没有踢到，应该还是一个平局，险平。哇，如果大副跟调香谁撑的时间少的话，那还真的有机会被多抓了。对。但凡大副起点站被秒，或者说调香是终点站被秒，两个人一旦被秒一个，这局就基本上是一个多抓局。两个人都力挽狂澜了，那么最终拿下大图。我们之前也看到了，如果说在上一回合、上一把的调香师或者说一个大副没牵制起来的话，也是一个多抓。主要杨的这种上限还是太恐怖了。你说哪个监管能够做到？我刚才入殓师就是没错。那这样的话，感觉鬼屋的压力还是比较大。不过有高低差，小输家也可以尝试牵制一下。就来看一下天赋吧，感觉化险为夷会带的比较。来看一下佩佩的追击目标是放到了鬼屋，没错。
那就是要去压迫小说家了。小说家这边也没第一时间去上2楼，在后面苟一苟。因为这个阵容肯定是小说家最好追，对吧？但他是选择直接蹲当冒险家，哎呀，直接排出被来了，发现，而且距离太近了。对，这个位置是很经典的，因为耳鸣起的会非常慢，哇，甚至他这个道具都不好交，有点危险。地道太快了，那第2个笼子可以直接跟上，而且边上有一个人他是没有密码机修的，在跑图。这个点位其实博翔也很好拿到，就看接下来小说家这个输液要怎么用了。而佩佩他的一个羊的熟练度是很高的，你想让他去失误的话比较难。对，换回来，换位交兴奋，就是为了这碟醋包的饺子呀，对吧？对，这再挂出来，起点站其实没人能修了。我这兴奋一代，你这小说家根本就溜不了。那现在佩佩他的一个防守目标可以放在起点站这个半场。这半场的密码机对于球人来讲是比较难去破译开的。看一下白纸来救，还好是外面有2个幻影位移嘛，这样的话先拿一刀园丁，他是能稳救的。有一个后撤步的机会，看一下，这步过来，停顿，我打一个针对，不给你26，没问题。小说家身上的一个飞轮也是要等到第3次下移才能再用了。就这个阵容的小说家确实容易被针对，刚才我们也聊过了，带个兴奋抓你真的有点头疼。下一波的话，如果想要让小说家这个角色的作用发挥出来，需要有人来陪跑扛刀。看一下南已经贴过来了，但是这张地图的羊也不怕你去做过山车断他的节奏。所以说想要去玩起来，可能要像上一把一样，对吧？一直去板区博弈，然后扛刀。对。那南这个位置的话，到脸上，是的。佩佩也是没怎么发现。他也不着急嘛。对。他现在可以去攒愿力。对，攒一下愿力。而且马上要开2阶了。没错。这样的愿力进入2阶，对于佩佩来讲，他其实这刀打针对会更舒服一点。对，打到针对了。那他打针对的话，强者就根本没有任何操作空间了。是。扛刀的说法也没了，而且他刚好就是把第1个人淘汰之后，我的技能能好了，然后我配合我的底牌可以直接传送，或者外围2台密码器都在修，想要去找木偶师或者说外面的一手园丁都是可以的，更别说这把还通缉园丁了。看一下接下来这个通缉会给到谁？如果还是园丁的话，那其实园丁就很危险了。万一我通缉到你，我一个传送过去或者2个笼子过去，你基本上没法溜。对，那这样小求生者就通向木偶还好。想要去管一下，哎，这熟练度直接干到脸上，还好这个大副在笼子外面。对，那现在佩佩的想法其实很明显了，就是要去守起点站的密码机了。主要把他的道具一逼，大副就变白板了。但外面的白纸又摸了一块怀表。你说他这里能不能果断市场把鬼屋给踢掉？这样的话，这边3连击都是没什么进度的。对，但手里得有人，但得看能不能把南秒了。是的。哇，传回来2个人，溜的还是非常好的，对，是有点距离，先传送，交传送了，落地。园丁手里有怀表啊，好像又抓了个大副，这把怎么有2大副？是的，但是他这个不行，他这个没有这个初始大副厉害，没有第2段，他这只能是小副。对，看一下这个笼子极限拆掉。但是已经怀表时间结束了，那跟着钻过来还是要击倒。看一下有没有地下室，没有，这里不是地下室，这个位置是没有地下室的。密码机的话差的还是比较多，这里有一个手椅拦截机会，但是木偶师的话也是非常这个担心这个园丁的安危啊，提前绕过来了，很快就已经到终点站了啊，防备拦截嘛。对，佩佩这边想要排过去的话，这个思路太好了吧？哇！一般来说是不会往这个方向去看的，直接排到了，那木偶师有点不好救呀。对，很难救了。拆掉一个笼子，但还有另外一个笼子，还得再交，还得交一波路易，被钻走，路易再交，位置被卡得很难受。那这个人可能有点救不下来了。对，有点悬。也不是有点悬，我就是救不下来，已经挺悬的。因为他为了不一刀倒，他就必须要不停的交路易，但一交路易，我就要掉状态。最后还会变成1刀倒。密码机已经压好，那这个时候陈某人看看能不能冲过去吧。他应该会交笼子从远端把他往回打。对，但佩佩手里的下一个愿力不太够了，笼子交不出来，就是可惜没有最后一个笼子的愿力。现在2名选手都在脸上，另一边大副要去点大门。哎，想处理一下木偶，那这样的话就能够把园丁架在终点的因为木偶是白板，对，他交不了道具，可以先起个笼子把板子封住。是的。
哎，这个点位还在滑，某人往脸上走，逼他反走。走位很好啊，撑了很久了。另外一边的门已经开了，但是园丁的位置还是比较远，他选择传中点，那很可惜，没有抓到这波白纸的位置。他觉得园丁会点门。对，其实他可以不着急，等挂上之后再来这边看一眼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带传送是能够稳定去找到园丁的。两端位移想要去拦起点，很有想法，但这个时候想了想不太对，没有看到，那就回头去找沉默人。是的，因为你这个时候再去摊的话，等下木偶师起来了。对，而且菲菲手里是没有地窖信息的。他也很怕地窖就在沉默人脸上，万一就他还真在脸上，真在脸上。哎呦，但还好，这个他已经体验过来了，所以说沉默人应该是走不掉的。对，很难走。一刀击倒。就如果说他当时再去摊一手的话，那这边可能就是一个走地窖3跑。对的。那两边在第一局里都是拿下一个平局，4比4啊，非大吗？抓住一个点，我就敢选破轮。对，我刚刚第一个角色想的是什么？想的是小丑，但看了一下小丑打这个阵容，其实会有压力。会有一定压力，因为有火灾。那如果说换一个差不多的角色，换破轮去保祭司。如果说监管者真的要去墓地深追祭司，这手祭司是需要有人保的，他会有道具真空期。就这张地图没有中立生物，给你人造一个，对吧？硬造一个滑梯帮你转点。因为就墓地门口那块大空地，还是看一下起源追击目标就是放在神坠的祭司身上，祭司这个位置应该是能第一时间贴到窗口的。是的，扭头直接去找杨洋。这个位置直接变成人形态，看一下这个匣子有减速的机会，没有丢到。对，那可能还是要等下一波变轮了。这个窗户的话，它没有封窗不好处理啊。对，没有封窗很难打。你是带一个张狂加底牌的一个破轮。对，而且这个点位的话，杨洋是有很大的概率能够去躲很久的。要不走了吧？窗户的话怎么说？再变，再放夹子。但这个位置这个夹子不太好夹啊，夹到了。夹到了，那还可以。但有加速，我减速等于没有。对，哎，我还有一个减速。拿到这一刀很快，化险为夷的火灾调查员没有牵制天赋啊。没关系，这里还有一个短窗，看一下能不能博弈了。但是张狂开出技能的话就比较难。看一下这个场次，哎，他没有选择滚进去。那这个位置博弈还是需要靠闪现。结束了，然后再变轮。对，气囊弹开，夹子没夹中，距离拉的还是比较远的。那他没有发挥出破轮上次的一个优势，那总得靠着这个闪现击倒了。夹子夹中，哎，能伸闪，骗一下飞轮，没有飞轮，哇，还给了一个震慑刀。对，震慑感拿的很多。虽然说我这个上次比较难，但是我的夹子熟练度还是比较高。那可以挂到墓地去把神坠的大洞给它清掉，别挂地下室就好。挂这个位置的话，祭司也没有办法去秒救。对，而且外围还得再来人，祭司手里是没有化险为夷的。他只要不变轮形态的话，就不会被无伤。看一下神坠这边会不会秒救？是，但还是选择这个这样救下来。变轮在救，想打针对，打到了。哇，那这里开出2阶，而且是上了一个2挂，拿一刀。是的，捏一下，轻动没问题。因为这样的话，就相当于是祭司过来刷挂了。祭司没有在墓地之前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预留的洞，所以从而导致火灾下来第一时间被打到针对，这波很亏。对求生者来讲，现在的节奏压力很大了，因为你是没有一个 OB 位的。而且开了2阶，前是可以等这边杨洋下移。哎，他选择直接变轮。其实我觉得等到火灾这边被救下来打一个针对的话。那减员的速度这么快，就很有机会了。对，正常给到一刀也没问题。那手里还有闪现，要去打杨的针对，应该问题不大吧？感觉夹子有点小歪，但是没关系，不闪，先求稳。前面还有个夹子的机会。哇，启言这局真的打得好稳啊！夹子夹中，给刀还把闪现省了下来，就要省这个技能去接第2手的节奏。对，那我觉得甚至可以切1手失常，中后期有节奏，再看。都不着急，或者去切一个窥者插眼，来控场。对，墓地密码机很多，80%，主要也是脸上这一手救人位不太好处理。看一下要不要切，切身失常直接踹。哇！但我觉得真要切的话，其实刚刚就该切了，现在切的话会晚一点。这个能早用早 CD。对。看一下这个长窗力宝的博弈。直接下铲也可以，对，下铲，那这波得打钓鱼了。对，
这波肯定是要尝试处理李宝的守墓人的钓鱼回头，但李宝卡得很好，他意识到了。对你敢出图我就找你嘛。对，猜到了。猎人呢？这个2阶还没上到，好亏。技能也已经切成了失常，没有办法去交闪现处理了。对，这个夹子也没中。那李宝这个牵制空间还是比较大的。哇，你看破轮没有封窗的话，一个窗子会很难受的。在第2波铲子下铲。是的，那又要换人，这边白白的被拉扯了很久。这波真得换了，不能再回头去找守墓人了。到独栋看一下，独栋是猫猫的杂技。2阶也好了，这手杂技是可以直接扣红球，漂亮！但是要吃一刀，这波吃刀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他至少是没有吃到吸血直接倒地。对。然后墓地的机子是可以持续给压力，那这样的话2台密码机给压力，对于前来讲，其实现在节奏不太好，因为手里失常算是很尴尬，2台机子进度都很多，你踹哪台呢？这就是求者的一个运营啊。对，主已经开始多修了，让你没有办法那么舒服的控场。所以说前第1波要切失常就应该早点切，这样的话早 CD， 早 CD 再出去逼节奏的空间就很大了。是的，不用再回墓地去踹。现在还是有点犹豫，要回头再去钓李宝，有点偏向于平局了呀。这波有机会，2阶能通过捏刺去捏倒吗？对，能捏倒。前面应该是悲观正常捏倒，守墓人不太有飞轮的可能性。这样的话，他也密码机也没有压好，有一波手椅的节奏，要不要直接再去管这个密码机呢？但要管的话，其实很难了。神坠这边已经准备好了。是的，就是要打这边守墓人针对，因为守墓人这个位置下野是一定会吃刺的，所以他的道具基本上是没有用。通过我的2阶不停的去打一个倒地压起身，对，这样的话就有机会能够在开门战之前看能不能我先，追击目标放在祭司身上吗？也可以。祭司是亚健康状态，是的，下来之后只要祭司也是一个悲观就倒，对，当然有飞轮，要看夹子能夹中，这个位置可以直接钻洞，直接点亮了。是的，想等先贴门也可以，很稳。神坠现在不能吃夹子，大洞钻走，要打大洞直接点亮，进入开门战，非常漂亮的想法。那这局的话，对于监管来讲的话，你的一个争胜节奏基本上没有。对。只能说看这个开门战能不能先去稳一个平了。是的，而且手里祭司的下一个超长通道也已经冷却完成了，甚至于说求者这边他们开始转守为攻了，有更多拉扯空间了。因为你现在要击倒人，要么去找祭司，要么直接去找守墓人。杂技演员卡在中场，哪怕他是亚健康状态，你也处理不了。是的，他们其实完全不用着急，急的是监管者这边。不过对于前来讲，他也还好。如果想深追一个人也是有机会的，因为现在3名胜者都是可以深追的。但是他们这个状态你没挽留呀，对吧？你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。艾斯达基这个夹子上到2层刺，直接跳一个球，祭司的洞关宝到了。边的门呢？门有没有在点？手把在赶，接到点上了。60，那你这个很贴切，赶过去，感觉门要开。祭司能走吗？94、96、99，门开了。钻地扛到了，守墓人能走，但是被卡门。还要再看，杂技也能走，祭司走地，能留下来吗？留下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能爬出去吗？也还是有机会的，爬出去了，还是3跑。你看我说什么？转守为攻了呀！对的，开门战求者这边的思路真的太好了，尤其是我的一个技能携带，我是完全可以考虑这张地图去带一手失常的。对，一旦让我踹到密码机，那就不是平局那么简单了。而且要求的话，带一手移形也可以啊，移形去追这边的一个双斗人都得拉点。哇，气象得拉点，火灾得拉点，甚至说飞机家也得拉点，直接把墓地这个位置给抢占下来，不让你往这边转点了，赶走你所有的人，让你第1波坐不了车。对，而且再加上喧嚣本身移动速度是非常快的，它是可以占这个点的。别的角色可能还要考量一下。来看一下，追击目标可以放在右手的白纸身上，因为压白纸的话一定会压到独栋。然后左边的密码机是封掉的，所以说最外围的那手火灾得拉点。你看中场是没人的，所有人都在跑，能修的只有一个男的话也是直接也得走。骗红光过来想打一个反绕，但承载没有上当，那男就可以尝试去压一压了。你飞行家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目标啊。对，这远距离直接去上球，但是没有打到。双惊喜没有打到。对的，看一下陈总道具怎么交。第2波也没有抽到，那惊吓标记是1个没上，有点小亏下来了。要等下一波双重惊喜。感觉他可以安全进入到墓地啊。对，
伸手进墓地绕2圈，可以一个悬停再喷出来。是的。他这里的话，感觉不贪，可以直接往外去喷了。看这波双惊喜，一个双球打到了，还打喧嚣第一刀的话也是比较关键。哇，漂亮漂亮！但是佩佩这边双球再补上，一落地，行，感觉这个再给到第2刀，哎呦，很准啊！拿到刀了，对的。李信再复用一下，距离又拉近，前面这个位置不交悬停出去吗？那距离其实拉不了很远。那这个位置就很危险了，感觉可能要被秒。双球还差最后一个粘土台。双击还能再复用一次，这个板子架住的，哎，直接还拿到了一个震慑，存在感拿的很多。佣兵从 S 板过来，其实你会发现这把密码机都没怎么修，哪怕说1分半，但是一台密码机都没点亮。其实我觉得打喧嚣的话，就和打速闪是一个道理，就他开完1阶，他这个追击能力就会质变。对，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尽可能的让他不要开1阶。对。那一波就在墓地里可以直接飞出去，让他继续去翻窗，继续拉距离。对，尽可能去拖延他第1刀拿的时间。对对对，因为他一旦张狂开出1阶，你会发现他这个追击能力太强。哎，但是还没有弹好，失误了。双重惊喜，这样的话可能要双倒2阶。哎，但是这个双重惊喜有点尴尬，位置不太好。是的，那还是想去回去追一下飞行家。其实感觉完全可以去摊一下佣兵啊。但他也怕这边飞行家手里还有悬停，后面是能牵制起来的。再回来弹佣兵2步，还差最后一个焰火舞台。那佣兵的一个道具也被打的差不多，超远了，比红夫人还准还丝滑，这也太帅了吧！而且他还没有前摇，他放完就能秒出刀。岐山将，我一直打喧嚣的时候都在想，什么时候我能打出这样的操作，真的很帅，让你又偷偷学到理解了。对的。那这个节奏下来，求生者是有点炸的呀，因为你这个救人双倒，而且人救的是很快，道具又被打空了，外围还需要有手过来进行救援。最重要的是搏命也没了，对，没有化险为夷了。交一段云贴过来，人是能掏的，但是飞行家活是活不了。悬停直接起来，是的，这个大喷有车来助我一臂之力，但是逼出来，但是双球还是打到，还是粘土台，还有移形过板带走。一个很极限的圆盘的一个距离，太丝滑了，真的。现在真的是岌岌可危啊！对于求生来讲，好在说这波气象来救人是没有掉状态的，并且身上也没有惊吓标记，这是唯一值得庆贺的事情。这个2阶喧嚣还是有点抵挡不住啊。而且这个点位看一下红光，算是绕到了。这个倒车入库，远距离的上球，一波红球，火舞台，再飞过来第2段，没上到，比较可惜。你会发现开了技能的喧嚣，真的就是他的一个上球，给你一种没完没了的感觉。一个小的层云。那这个时候佩佩其实可以考虑去打一打控场了，距拉的非常远。对的。想找佣兵，确实佣兵是一个突破口，因为他半状态没道具，而且他没有自起了。对，但感觉气象身上2个层惊吓标记，方才走了好亏。那没办法，他的名字是气象呀。对。排到角落里，佣兵看到了，最后一个道具，瞬间上2层，还好是翻了过去，但是还有第2段架得到。看一下这图粘土台躲得非常好。是的，还是要倒。没办法，绕场谢幕。这里得离倒远点啊，不然要被强挂地下室了。对，看一下陈某人已经准备好了。是的，但密码机不太够啊。要让外面白纸再兴起的话，时间会比较长。他现在可以把自己当破轮玩了，他就去找那个修密码机的人。手里技能也拖好了。对，现在只有火灾是满道具。看一下能不能猜出位置来。刚刚这个耳鸣起的是非常早的，这个位置没有什么地方能躲。看到了，那这排人，主要是耳鸣起的太早了。哇，接到一刀，这个压力好大。还差最后一个白球，还好没吃到双倒下来了，最后一点点。不过密码机现在也很多，70了。对，再复用一下气囊，这个位置车又跟过来保一下，但是还是极限拿到刀。那佣兵应该是能在密码机点上之前倒地的。是的，那密码机还是开不了，这波要气象换一个位过来救一下吧。对，但换位的话，其实问题也来了。他会不会交一个移形去逼你的身位，让你？但是太亏了，基本是知道密码机能亮的。对，算了，这个移形是没有必要交的。他想吓一下，但是还是算了。但要我说，真其实可以考虑出，因为一般来说，大家都会默认喧嚣是没挽留的。对我有一个威慑的一个效果嘛。
这样尤米要被上球，得在他倒的时候开。对，我说这个位置开了也很尴尬，最后一个换必须要用得好。哦，有点走不远的那种感觉了。对。哎呦，把刀崩掉了，又被打断，直接被空摘，再一星落地回头，先把门抢住，白纸位置也很尴尬，再是的，哇，又是远距离的引爆，这也太帅了吧！这还是喧嚣吗？这就是最后的舞台。是的，他这玩的太丝滑了。对的，这秒人秒的真的太极限了。但是现在就看陈柏仁能不能撑住。如果他能撑住，对于斗来讲还有机会能走一名求生者。是的，但是现在压力也很大。第一波双重惊喜只上到1层惊吓，气象摸得很快，但是这把感觉应该是要给到一个多抓了。对，不过也都一样，因为他平局就是拿大分。对。但是能拿多抓他，这样的话比分也能拉再更开一点。对对对，因为第3局你想翻小分更难嘛。你比如说4抓我就是8比。对，这个位置再加上火灾也可以，还差最后一个白球。位置也比较远，这样弹过来一个空中飞人把你的位置逼死，又是一个恐惧震慑。那就是稳定拿下一波3抓，拿到一个6比2的一个雕刻绝活哥。但是你可能哪里手感不好的话，你也打不出来效果，也夹不到人。但如果说你的手感爆棚，上来哐哐2夹直接秒，就是乐家这样的走地角色不太好跟，所以基本上这个牵制压力放在杂技身上是没有问题的。是的，他把大船的密码给锁，你说有没有可能我来一个醉翁之意不在？好，来看一下追击目标放在了木屋的杂技身上，猫你要先找一下他的。猫猫开始准备绕点了，先把窗直接封掉。但这个点位算是哎，对，本来感觉要撞脸。没有，他就是想假装骗一下你的走位，然后把窗给封掉。他一直在骗红光。猫猫这边躲得很可以呀。板子拍下来，再翻，再翻，把窗户给他封住。横跳，但杂技已经出交球了。好了，差不多离心该好了，要不换人吧？想追。下一波窗台交出来，夹到一下，夹到了，那可以追了，对，可以深追了。但双11有舞女的盒子，哇！再夹一下，舞女的盒子也得追了。确实，那现在是必须要再夹一下。哎呦，现在是谁来了，我都要追这个。太有实力了，马上杂技就人要没了。对，也交出来贴脸，趁你这个球的真空期，一个吊封住，秒掉1分03秒的一个击倒，而且还是3夹1刀，存在感拿满了。天哪，这个是双弹杂技啊！感觉最能拉点的角色一下就被秒了，很梦幻。万小咪这把的一个操作确实顶啊！这雕像说实话我都没看清。再来看一下下一波节奏要怎么衔接。那你这个救人其实很麻烦，对吧？首先我通道野人，其次呢只有他有圈。对，但你看这把其实舞女都前期没怎么修，我说要不直接卖了吧？但是。新版本的张狂跟老版本就不太一样了，对吧？现在时代已经变了，你卖掉之后，我等下也能开2阶。但说白了，好歹不给节奏，看李宝在旁边卡一卡也行吧。你卖掉的话，刚好我也等我的移形嘛，对吧？但看样子野人骑猪过来了，是要准备来救一波，刷一波化险为夷。我说看一看节奏，李宝来了，但李宝好像又要走了。他让他救个人，他真不情愿啊。对吧？没办法，再救一波开2阶了啊！这救一波，感觉这个天要塌了。但像李宝这个身位很尴尬，他的猪只剩1半了。是，他其实就是想让梦幻小咪有办法出去嘛。但是如果不出去直接追你的话，你这个压力也很大呀。对，你这猪是迟早要下来的，因为上猪上的时间很早。想当英雄，哎呦！但是当英雄要付出代价。这4条腿的确实比2个轮子走得快，但马上他就要变成2条腿了。对。这猪时间要到了，那到时候两个轮子就大于2条腿了。是的，看一下这个雕像怎么放了。再说还有舞女的减速盒，身距还不算特别危险。被卡了一下位置，前面感觉有刀，看能不能1夹1刀直接开2阶。对，直接拿1刀，直接开2阶也可以。手里2组雕像差不多，还是封窗，李宝这个位置很尴尬，果断秒野人啊！对，队友没有给封窗信息，李宝直接这不太可能吧？我觉得他应该就是。一时之间，对吧？慌不择路，对，慌了，对，慌不择路。因为这封窗开局就肯定是大家都能看到。但这波李宝就
不能再上小船去看一眼，上小船看一眼真的好亏啊！因为你是从头到尾没有救过一波人的嘛，这个密码器进度肯定不够。对，这样过来，小秒无还语一刀，很快，手里还有雕像，而杨洋还在救人的路上，太远了，要不回头吧？这个时候甚至还能再回来。留个坟场，把位置确定一下再回来了。你现在密码机你修不修？巫女你敢修你就敢倒，这个压迫力太强了。加上野人已经过半，这局看样子是大概率要4抓了，就看九者能不能去撑出这一片天。那很难，虽然是你现在是个健康状态的心理，但是过一会儿就不健康了。我是一个满雕像的2阶雕刻家呀。看一下来了，真假，看能不能走位躲，注意他的进度，夹一下，再夹一下，再夹一下，控制了了，不下来。OK， 现在没天了。现在成者的天塌了。说实话，我觉得他不震慑也够恐惧的了。因为已经吃3下夹，正常给1刀心里也得倒。这么多雕像在这儿，换谁不恐惧？我已经恐惧了。没办法。那真的来了，4抓点啊，翻盘点来了。看样子，说实话，这局雕刻加雕像应该是考了一个比较高的分数吧，起码985了，没问题啊。没办法，刚从高考回来的，就是这个，这脑子就是好用啊，太好用了，太好使了。这样的话，一个坟场耳鸣已经排到了，下面定不到就知道你人就在高低差的地形里面。对，再一波合成，把点位给它排出来。这个位置基本上是锁死了，已经看到脚印了，还是一个一丈倒的状态。对，再加上这个位置也有地窖，梦幻小蜜拿到地窖信息了。现在的舞女，我只能用4个字来形容：插翅难逃，回天插翅难飞。4抓，一波2阶雕像，梦幻小蜜他做到了，他做到了，在也去出刀打虫。是的，湖景村的艾维还是有很高的上限的，毕竟这张图很大，密码机的分布呢也比较散，这样给到他很多的一个拉扯跟控场的时间。对，他密码机作为最后一台，贴门也贴的比较方便。艾维的话，他虽然说追击会起得很快，但是密码机他管不住，对，也是一个问题。因为14人的话，左边右边他只能选一。来看一下苏达这边没有选择去找入殓师，而是选择直接去海侧，去找要先用1层控下场。这抓60侵蚀度，他好像直接想深追了。因为把火灾逼到木乃田这个位置，他就不可能跟入殓师再见面了。是的，而且火灾这个位置很难溜啊。对，但这样的话，其实苏大好像有点着急，没第一时间找到陈某人的位置。对他反走了，所以会亏一点。但是这样同时可以去控下场。对，这个侵蚀度，这个身位应该是对于苏大来讲要考虑闪现开第1刀。没错。但火灾的话，再交一个气囊能转进大船。他现在肯定是不能跟你闪现身距了嘛，怕你去通过一闪，然后金融喷去秒我。对。入殓师也在这里，看一下要不要去打一个换追节奏。哎，这边逃兵好像是没有卡下去吧？对，还在船上。那船上来的话，99侵蚀度可以回头给刀。哎呦，该看了，不看的话很危险啊。再给到40，再踩一踩这个陶片，哇，好多，又到60多了。这波陈某人身上的侵蚀度还是比较危险的。那只能一直去拉距离了，这个时候不能再停下来了。要吃这个闪现。看这个闪现直接击倒，那这样的节奏对于艾薇来讲是正常节奏。不过密码机修的还挺多，而且入殓师刚才跟火灾应该在大船上已经看过了。所以他这把的一个追击的收益可能没有那么高。对，这把也是为什么陈某人要从小木屋一路转到大房的原因，就是为了这个灵柩。野人的话，他现在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救人压力嘛，慢慢赶过来就好了。苏打是不可能出去的。你是一个1阶，把人给创走，然后再准备下猪。侵蚀度是20，不算特别多。喷一口，很健康，但60。一个震慑吗？70有点危险了，有点危险了。80，哎呦，刀的 A 晕了，住了，但是野人可能要双倒。对，不过好在说苏大这边带的是底牌，艾维没有带张狂。如果带张狂的话，2阶落地火灾也得倒。但是说他这个双倒还挺伤的。对。哎，这边不能再修了，不要给刀啊！再不能给刀了。
啊，2阶开了出来，那火在外面其实它也比较危险。这波有点问题，可能会浮个大笔，因为你这样的话，你送一个2阶出来，你外面的人不管是救人还是说你这个火灾第2波去26的话，压力都特别大。这个气囊看一下，现在不管怎么样，陈某人现在算是挂机状态，修不了机，他直接不敢修了。对，而且你留一台这么亮的一个密码机，你还没有点亮，那我等下有技能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优先去找哪一台了。对，再加上你挂上野人之后，这边生者肯定是要先点亮。他要打针对了，他现在肯定要一直针对野人，不让野人上猪。再看一下这波救人，好在基多过半了，过半了。那等真可以深追野人。伊森人不着急，他现在这个侵蚀传送肯定不交了。对，等你野人就等野人下猪，等野人下猪就起码淘汰一个，但密码机有机会能开。对，要注意密码机的管理，这个密码机进度有点多了。先传上去，对，不着急。再拖一个2阶，再跟着野人，反正你得多修，我就不让你修这台。感觉野人现在最好是赶紧下猪，他不能在猪上再等了。我觉得得在40秒之内下。对，但现在已经晚了。然后直接去钻柜子，现在已经太晚了。我觉得还好吧，他去卡到地下室那个2楼的口子，对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有高低差。那这样的话至少是安全了。这样再传过来，强闪现逼野人的位置，但是卡了一下魔。这个闪现能交出去吗？闪现得直接交，不能犹豫。密码机74。已经在修了，求生者剩下得全力去抢这台密码机啊！而且最好是大门跟小门都能站人。对，再加上入殓师这手其实很关键，入殓师的点位就很重要了。他有灵柩，他其实开门战不怕的。苏打已经开始铺垫开门战了，先把自己的本体放在小门，等下伊森可以招回来，招到小门。陈某人这边也是准备到大门去卡着。火灾是有办法不让艾维寄宿的。脸上有一个想来贴门的白纸。看看这边寄宿得了陈某人吗？寄宿不了，没办法管。哎呦，这火灾的一个细节。那大门约等于是开了。是的。这个2阶传送把伊森收回来，直接门保平，所以他不能收。还是寄不了吗？坏了，门开了。技能是交过的，还是寄不了吗？还很稳，知道你伊森在我旁边。哎呦，出去了。那抓被秀了一脸啊，感觉真没办法。哎呦，那这样的话只能通过2阶留下昆虫，入殓师也是随即走掉。那么我们恭喜斗武获得比赛的胜利。没错，哇，这真的是一个惊天大逆转。对，最后这手雕刻家7比2绝杀6比2，真的太关键了，就只差这1分的小分优势，但是他们做到了，恭喜斗武。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。